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很多中文初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你听懂了却说不出来。那天晚上我收到一条中文语音，朋友问我，你今天怎么样？这句话我听懂了。它很简单，可是我没有马上回复，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，而是因为我害怕别人听见我说错。于是我按下录音键，慢慢地说，我今天还可以，我有一点紧张，但是我想试着用中文说。说完以后，我停了几秒，我的声音很小，也不自然，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删掉，我的手放在发送按钮上，心跳很快。以前的我可能会一直重录，一直修改，一直等到自己满意。可是那天我不想再逃开了，我告诉自己，不用完美，先发出去。于是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发送。发出去以后，我还是有一点后悔。我担心朋友听不懂，也担心自己的中文听起来很奇怪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我说，我听懂了，你说得很好，慢慢来。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，心里突然轻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我的中文真的很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别人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盯着我的错误看。他听见的不只是我的声调和句子，他也听见了我的努力。那一句我听懂了，对我来说，比你说的很完美更重要，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听不懂我。可是那一次，我说的不完美，他还是听懂了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听得懂中文却说不出来，不是因为我没有努力，也不是因为我太笨。听懂和说出来本来就不是同一件事。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我可以慢慢猜，可以看字幕，也可以从几个熟悉的词里找到意思。可是自己说话的时候，我要自己找词，自己想句子，还要让声音从嘴里出来。这个过程很快，也很真实。别人只是等我一句回答，可是我的心里已经想了很多很多。有时候，我明明知道这个词，可是一开口就忘了。比如我知道累，也知道还可以，可是当我真的想说一句完整的话时，这句话好像突然变得很远，它在我的脑子里，可是不在我的嘴边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词语不是认识了就会用，句子也不是看懂了就能马上说出来，它们需要很多次练习，才会慢慢变成自己的声音。慢慢的，我也发现，我说不出来，不只是因为词不够多，更多时候是因为我太在意别人会怎么听我说中文。我怕别人听见我的声调不对，怕别人觉得我的句子奇怪，怕别人发现我学了很久，还是说得很普通。我也怕自己一开口，别人就知道我是初学者。可是其实，做初学者并不丢人。每一个会说中文的人，最开始也只是从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句很短的话开始。只是当我站在别人面前，或者听见自己的声音时，我很容易忘记这一点。我会觉得自己应该说得更好，应该更自然，应该不要出错。可是这些应该让我的心越来越紧，也让中文离我越来越远。我也慢慢发现，原来我练习了很多听和读，却很少真的让中文从自己的嘴里出来。中文一直在书本里，在视频里，
在字幕里，在别人的声音里，可是还没有完全变成我的声音。我可以听很多慢速中文，也可以看很多中文句子，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懂了。可是当我需要回答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嘴巴还没有准备好。耳朵熟悉中文，不代表嘴巴也熟悉中文。眼睛认识汉字，不代表声音可以自然地出来。所以，说中文不是突然发生的事，它需要一点一点地走出来，从心里走到嘴边，再从嘴边走到别人那里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有一点难过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害怕？后来我发现，我害怕的不是中文本身，我害怕的是别人听见我不完美的样子。我害怕别人发现我还说得很慢，还会停顿，还会用错词。我害怕自己努力了很久，最后说出来的中文还是很普通。可是越是害怕，我就越不敢开口，越不敢开口，我就越觉得自己不会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我们总想等到准备好了再说，等到发音更好一点再说，等到词汇更多一点再说，等到自己有信心一点再说。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，信心不是等来的，信心是在一次一次开口以后慢慢长出来的。你说了一句，别人听懂了，信心就多一点。你说错了一次，发现世界没有结束，害怕就少一点。你再试一次，中文就离你近一点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对说中文的想法。以前我总觉得，只有说得很流利才算会说中文，只有句子很自然才可以开口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只要我愿意说出来，就是在说中文，哪怕只是一句很短的话，哪怕中间停顿了，哪怕声调不太对，那也是我正在走向中文的一步。说话不是表演，不是证明自己多厉害，说话只是把心里的意思慢慢送到另一个人那里。我也开始接受自己的声音。刚开始听自己说中文的时候，我真的不太喜欢。我的声音很小，语速很慢，有时候还会卡住。我会想，别人听到这样的中文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可是后来我想，学习一种语言，本来就会有这样的阶段，没有人一开始就说得自然。我的声音不完美，但它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声音也值得被听见。后来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目标，每天说一点中文，不一定要说给别人听。有时候，我只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说，今天有点累。有时候，我看着桌上的水杯说，我想喝水。有时候我出门前说，我要去超市。有时候我走在路上，看见天快黑了，就轻轻说，现在有一点晚了。这些句子很简单，简单到好像不值得骄傲。可是它们让我慢慢习惯中文从我的嘴里出来。以前中文只在书上，只在视频里，只在别人的声音里。现在，它也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有一天，我去买咖啡，店员问我，你要热的还是冰的？这句话我听懂了。以前的我可能会用英文回答，或者只是用手指一指菜单。可是那天我停了一下，然后用中文说，热的，谢谢。只有4个字。可是说完以后，我心里很开心，
因为那不是书上的中文，也不是视频里的中文，那是我在真实生活里说出来的中文。店员没有笑我，也没有觉得奇怪，他只是点点头，继续问我别的问题。那一刻我发现，很多时候别人并没有那么在意我的错误，真正一直盯着错误看的其实是我自己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认识的人，他用中文问我，你去哪儿？这句话也很简单，可是我还是紧张了一下。以前我可能会笑一笑，然后用英文回答，可是那天我试着用中文说，我去买东西。说完以后，我马上觉得这句话太简单了，好像小孩子说的话。可是他没有觉得奇怪，他只是笑着说，好，路上小心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很安静，我突然明白，真实的生活里，不是每一句话都需要很漂亮，很多时候，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已经够用了。语言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厉害，而是为了让我和别人有一点连接，哪怕这个连接很小，也很珍贵。后来我也开始注意这些小小的中文时刻，比如在店里说一句谢谢，在路上说一句不好意思，在朋友问我的时候说一句我还可以。这些话都不难，可是每一次说出口，我都觉得自己离中文更近了一点儿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敢给朋友发更长一点的语音，还是会停顿，还是会说错，可是我不在每一句都删掉重录。有时候我说错了，就笑一下，然后继续说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个词，就换一个简单的说法。朋友也会等我，他不会因为我说得慢就不耐烦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交流不是两个人都说得完美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听。我也开始喜欢那些不完美的中文时刻，比如我说错了一个词，朋友帮我改正，比如我停了一下，终于想出一句话，比如我说了一句很简单的中文，对方笑着说，我懂你的意思。这些时刻都很小，可是他们让我觉得我真的在进步，不是那种突然变得很厉害的进步，而是一点一点不容易被看见的进步。有一天，我又收到朋友的中文语音，他问我周末想做什么。那一次，我还是有一点紧张，可是我没有想太久，我直接回复，我想休息，也想看中文视频。这句话不长，也不特别漂亮，可是我发出去以后，心里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了。我突然发现，原来勇敢不是一点都不紧张，勇敢是我很紧张，可是我还是愿意说。如果你也听得懂一点中文，却不敢说出来，请不要觉得自己失败，也许你不是不会说中文，你只是太害怕说错，太害怕别人听见你不完美的样子。可是学语言本来就是从不完美开始的，你不需要等到自己准备好了才开始说，你可以在紧张的时候说，在害怕的时候说，在声音很小的时候说，因为每一次开口都是在告诉自己，我可以试一试。说中文不需要一开始就很流利，你可以先说一句，再说两句，你可以先说给自己听，再说给朋友听，你可以先用很简单的词，再慢慢用更自然的句子。今天你只说了一个词，也没有关系。明天你可能会说一句话，
今天你说得很慢也没有关系，过一段时间你会自然一点。只要你还愿意开口，你就再向前走。所以，下次当你想说中文，却又开始紧张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删掉自己的声音，先听一听它。也许它不完美，也许它很慢，也许它有一点小心翼翼，可是那是你正在努力的声音，它值得被听见。你要相信，你不是不会说中文，你只是还在学习，怎样把心里的话慢慢变成自己的中文。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你已经比沉默的时候走得更远了。